进入2025年3月，生肖猪的整体运势将迎来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。作为乙巳年的关键月份之一，生肖猪受到冲太岁的直接影响，导致各方面的运势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特点。冲太岁，顾名思义，是指生肖与流年太岁相冲，这种局面往往意味着生活中的变化较多，无论是事业、财运、感情还是健康，都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折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运势无法改变，只要生肖猪提前掌握运势走向，即可趋吉避凶，稳步前行。因此，本影片根据生肖命理进行的提醒十分重要，请你一定要重视。首先，在2025年3月，生肖猪的事业运势受到冲太岁的强烈冲击，职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。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，本月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工作压力，例如，公司可能临时调整项目计划，导致原本熟悉的工作流程被打乱，领导对绩效的要求可能会突然提高，甚至提出一些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。此外，团队内部或公司高层的人事变动也可能波及到个人，让你的职业发展方向变得模糊。这种情况下，生肖猪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，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执行力。面对新任务时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更不能因为一时的懒散或懈怠而错失表现的机会。建议在工作中多与同事沟通，确保自己对任务的理解准确无误，同时主动争取一些能够展现个人能力的项目，以此来稳定自己的职场地位。对于正在求职的生肖猪而言，3月份的求职之路并不平坦，虽然机会并非完全没有，但整体运势波动较大，可能会出现看似有戏却最终落空的情况。比如，你可能接连参加了好几场面试，面试官的反馈也不错，但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拿到心仪的 offer， 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却发现实际内容与招聘时描述的大相径庭，让你感到失望，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。这时，保持平和的心态尤为关键。求职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生肖猪需要学会接受短期的挫折，而不是因为1、2次的不顺就丧失信心。建议在求职时多做功课，提前了解目标公司的背景、行业动态以及岗位需求，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比如学习新软件、考取相关证书等，以增强竞争力。只要坚持不懈，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对于创业者或自营业者来说，3月份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。受冲太岁的影响，市场环境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，客户需求的不稳定性增加，甚至可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、订单减少或竞争对手突然加剧的情况。例如，如果你经营的是餐饮行业，可能会发现客流量突然下降，或者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利润压缩。如果你从事的是创意类工作，比如设计或写作，可能面临客户频繁改动需求甚至拖延付款的困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生肖猪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，避免因为眼前的困难而做出过于激进的决策，比如盲目扩大规模或投入重金于高风险项目。相反，建议将精力放在优化现有资源上，比如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稳定老客户，或者寻找成本更低的供应商来降低运营压力。同时，制定一份详细的长期规划，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，才能在动荡的环境中站稳脚跟。其次，生肖猪在2025年3月的财运同样受到冲太岁的制约，资金流动的不稳定性将成为本月的主要特点。正财方面，收入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。对于上班族来说，可能会遇到奖金缩水、加薪计划推迟，甚至工资发放延迟的情况。对于依赖项目提成或业务绩效的人来说，
收入的起伏可能更加明显。而对于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而言，本月的财运则更显艰难，可能面临客户付款拖延、项目利润减少，甚至临时取消合作的情况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生肖猪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避免因为追求短期享乐而让经济陷入被动。例如，尽量避免频繁外出就餐，购买昂贵的奢侈品或进行冲动消费，而是将资金留给更重要的用途。在偏财方面，3月份的投资运势并不理想。由于市场环境复杂多变，风险系数较高，生肖猪在理财时需要格外小心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投资领域，比如股票、期货或新兴的虚拟货币，尽量不要盲目跟风，更不要听信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而贸然投入资金。例如，如果某个朋友向你推荐一只必涨的股票，而你对相关行业一无所知，最好先谢绝诱惑，待充分调研后再做决定。如果确实有闲置资金需要打理，可以选择一些低风险的理财方式，比如银行定期存款、国债或者稳健型的基金产品。这些虽然收益不高，但能有效保障本金安全，避免因冲动投资而导致重大损失。对于有一定理财经验的生肖猪来说，可以适当关注一些长期趋势较好的行业，但仍需做好详细的规划和风险评估，避免临时起意或仓促决策。此外，本月还需警惕一些意外开支的出现，例如家中电器突然损坏需要更换，车辆需要维修，或者因身体不适而产生额外的医疗费用，这些都可能让你的财务计划措手不及。为了应对这些突发情况，建议提前留出一部分应急资金，比如将月收入的10%到20%存入活期账户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同时，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，比如定期检查家中的设备状况，避免因疏忽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。总的来说，生肖猪本月的财运核心在于稳字，不求一夜暴富，而是通过谨慎的规划和理性的消费，确保资金链的稳定。另外，在2025年3月，生肖猪的感情运势将受到冲太岁带来的情绪波动影响，容易在亲密关系中遇到一些小波折。对于已经有伴侣的人来说，本月可能会因为工作压力或生活琐事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，导致彼此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。比如，你可能因为加班太忙而忘了回复伴侣的消息，或者在讨论某个问题时语气过于急躁，引发不必要的争吵。冲太岁的能量还会放大这些小矛盾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甚至可能动摇双方的信任基础。因此，建议生肖猪在感情中多花心思，主动与伴侣沟通，及时化解误解。例如，可以在周末安排一次简单的约会，哪怕只是一起散步或共进晚餐，也能有效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如果确实发生了争执，不妨先冷静下来，避免在情绪激动时说出伤人的话，等双方都平静后再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。对于单身的生肖猪来说，3月份的桃花运并不算旺。虽然社交场合中可能会有一些结识新朋友的机会，但这些关系大多停留在表面，很难迅速发展成深入的感情。比如，你可能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一个有趣的人，但对方可能没有进一步交往的意愿，或者双方的生活节奏不一致，导致联系逐渐减少。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意味着你的魅力不够，而是提醒你在感情上不要过于急切。感情需要时间沉淀，生肖猪不妨把本月当作一个观察和积累的阶段，多花时间了解对方的性格和价值观，确保彼此的匹配度。如果想要提升桃花运，可以尝试参加一些兴趣相关的活动，比如读书会、健身课程或户外徒步，这些场合更容易遇到志趣相投的人，增加脱单的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本月部分生肖猪可能会遇到旧情复燃的契机，例如前任可能会突然发来消息，或者某个曾经有过好感的人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。这种情况下，生肖猪需要冷静判断自己的内心。如果你对这段感情仍有期待，且对方也表现出诚意，不妨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但如果过去的矛盾尚未解决，或者你已经放下这段感情，那就不要轻易回头，以免再次陷入痛苦的循环。总之，感情中的决策需要理性与感性并重，避免因一时的冲动而留下遗憾。需要重视的是，生肖猪在2025年3月的健康运势总体平稳，但由于冲太岁的影响，身体和精神状态容易出现疲劳感。虽然没有严重的疾病风险，但小毛病可能会接连出现，比如头痛、失眠、肠胃不适等，这些都与压力过大和生活习惯不规律密切相关。因此，本月需要特别关注作息调整，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，避免熬夜或过度劳累。在饮食方面，生肖猪要避免暴饮暴食或摄入过多辛辣、油腻的食物，特别是在春季，气候变化较大，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不适。此外，适当的运动也能帮助提升身体状态，既能缓解疲劳，又能增强免疫力。对于有慢性疾病的生肖猪来说，本月需要更加注意健康管理。比如，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胃病史，要按时服药并定期复查，避免因忽视而导致病情加重。同时，尽量减少高强度的工作安排，给自己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。如果感到身体不适，不要硬撑着拖延就医，及时检查才能防患于未然。在人际交往方面，生肖猪在3月份需要格外小心。冲太岁的影响容易让你陷入一些口舌是非之中，比如被误解、被谣言波及，甚至卷入他人的矛盾。例如，在职场中，你可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得罪同事，或者被误认为在背后议论他人。在朋友圈中，也可能因为立场不同而与某些人产生争执。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建议在社交场合保持低调，谨言慎行，尤其是在讨论敏感话题时，不要轻易发表意见。如果确实遇到误解，不妨主动澄清，但不要急于争辩，以免让矛盾升级。此外，本月适合多与正能量的人相处，比如那些乐观向上、愿意分享积极经验的朋友，他们能为你带来更多的支持和启发。而对于那些喜欢抱怨、传播负能量或经常制造麻烦的人，尽量保持距离，避免被他们的情绪拖累。如果不得已需要与这类人打交道，可以采取多听少说的策略，保持礼貌但不深入卷入。综合来看，生肖猪在2025年3月的运势虽然受到冲太岁的制约，充满了各种挑战，但并非毫无转机。只要生肖猪能够保持耐心和谨慎的态度，灵活应对各种变化，就能在这1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迎来更加幸福和美好的生活。